为什么呢？之前我们说好的，对对方不会有一丝一毫的隐瞒，你也答应过我。我还问你有没有隐瞒我什么事，你说没有。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跟我妈昨天去超市遇到刘彩琴，然后呢？后来我妈告诉我，刘彩琪是我爸的情人。青雅，这些你都不知道吗？我发誓，我真的完全都不知道。哎呀，你到底还藏了多少我不知道的秘密？没有，你的回答快的我都没法相信你了。真的没有。没有。你干嘛呀？你干嘛？找刘彩琪啊！你找他干嘛呀？我要知道所有的事情，把钥匙给我。不是，你不能去，不是，你不能去，舒澈，你不能去，舒澈，你就非要知道所有吗？我们过两人日子不可以是吗？难道我像你一样，在整件事情里把自己变成一个瞎子、哑巴，还有傻子吗？不管当什么，至少我们能在一起。妙雅，即便是为了爱情，我也没有办法把自己变成一个把头塞进沙子里的鸵鸟。我给过你机会。刘彩琪承认，一切始于你爸，源于你爸。我丝毫不知道他和你爸的事儿，这事儿没有故意对你隐瞒。其实你知不知道，有没有对我隐瞒，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你还是在怨我。从我们上次复合，你虽然一句责怪我的话都没说，但是已经心有芥蒂了，对吗？没有，我能够体谅你夹在我和你爸之间的身不由己，我能够理解你所有的无奈，所有的委屈，都不会责怪你。但是对我隐瞒，不是你唯一的选择，你还有别的选择。你可以站在我的身边，跟我共同面对。如果你这么做，至少能让我感觉我
和我最爱的人一起在对抗他们。可是你选择的是沉默与顺从，配合他们的一切。是与非之间，默许也是一种助纣为虐。是，我承认。我既没有勇气，也不够勇敢。我没有勇气去拒绝我爸，我也不够勇敢和你站在一起和他们抵抗。我没有资格，也没有立场来要求你勇敢。但妙音，我和你终究不是一样的人。我的爱情有是有非，我做不到只要两个人相爱，就算深陷泥潭，也不闻不问不管。你爸用钱色拉我爸下水，肮脏龌龊到了我能够忍受的极限。你认为我们俩之间的感情没有被玷污，还纯洁无瑕吗？你认为我们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在一起吗？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好吗？舒澈，舒澈。舒澈，你开一下门，我知道你在里面。Hello. Hello. Who are you looking for? I'm looking for Shu Che. Have you seen him lately? No. Maybe he is out. His car and bike are both here, so I think he's probably home. Even so,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He can do whatever he wants. I'm his friend and haven't heard from him for days, which makes me worried. You have his house key, don't you? Could you please open the door for me? I can't. Also, I'm his landlady. I shouldn't let people go in without his permission. How about we go to check together? I will leave right away if he's not here. I won't open the door unless you have his permission. Or let him call me. Goodbye.
这是非法入室，报警啊！我陪你这块玻璃。有事儿没事儿？有事儿，而且是很好的事儿。安德森教授都已经找了你好多天了，他说法学院给你发了接低的 offer， 所以你已经有了很大的一笔奖学金，而且你已经成功的从我的师哥混成了我的师弟。我知道了，你可以走了。别啊，好不容易都进来了，还不请我进去坐一会儿？哎，哇，都什么味儿呀？你什么情况啊？这么多天？关你什么事儿啊？没谁让你来闻味儿。都馊了。我要睡觉了。还睡沙发呢你？跟你有关系吗？赶紧走，要不然我报警啊！这么乱，你这几天都在家没出去啊？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赶紧走。有事儿啊？你不是还有一门考试没考吗？是哪天啊？今天几号5月8号。明天。明天考试，你还在这儿闲着？你赶紧起来！哎，你别躺，你赶紧起来，好好收拾收拾复习了该。哎，你别管我，赶紧走。你手怎么这么烫呀？你发烧了？你家有没有体温计啊？发烧了还盖这么薄的被子。都烧成这样了，也不早说一声。现在给谁看呢？我给医生打电话啊。怎么样，医生？他的身体有内热，发烧是因为扁桃体的炎症引起的，关键是他的免疫力下降。他最近是不是很疲劳，或者说心情很糟糕？他是不是作息也不规律？他最近确实心情不太好，可能好几天没出门了，吃了不少垃圾食品吧。哦，问题不是很大，吃点清热解毒的退烧药，然后多喝点热水。哎，对了，你懂物理降温吗？会一点儿，但我担心物理降温速度会不会太慢。他现在需不需要输液打针之类的？不需要，他现在的炎症还没有严重到使用抗生素的地步。他明天还有一门毕业考试，要是烧退不了，那就麻烦了。那就得辛苦你了。从现在开始一直守着他，持续做物理降温，估计明天早上应该能退烧。如果需要，明天一早给我打电话，我再过来看他。谢谢您，医生。再见。喂，喂，妙莹，你在忙吗？我在学校刚从图书馆出来。那个，我在舒舍家呢。他现在情况特别不好，一直发着高烧，在那儿躺着呢。医生刚来看过他，说他没有别的办法，必须得靠物理降温，得有人一直守着他，照顾他。
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还是过来一趟吧。家里是发生了什么那么乱？刚给他吃完退烧药。医生再三叮嘱，一定要给他多做物理降温。拿酒精帮他擦一擦。他醒了，给他喝点水。你怎么还没走？为什么你会在这儿？多喝点水。不想再见到你，请你不要再在这个地方出现。我们结束了。他上糊涂了，不跟他一般见识。麻烦你照顾他吧。我先走了。
事儿。赶紧再喝点水。看着我干嘛？你可别再让我滚啊！你要是再叫我滚，我就真的滚了。好像不这么少了。给我干嘛？谢谢你。再喝点。你醒了？太好了，你退烧了，赶紧起来去考试好不好？不行，为什么？没劲儿。你刚生完病，没劲儿是很正常的。没事儿，起来动一动，刷个牙，洗个脸就没事了。我一会儿给你冲个营养粉，让你补充能量，怎么样？真不行。哎呀，行了行了，别躺着了，赶紧起来了，没时间了啊！来，来起来！呀！哎呦，我不说了吗？我不行。哎，你看你这大吼一声，我看试好了，起码有60%啊！只要不是体育考试，一定都没问题的。好了，来了，起来了，起来了！哎呀，你别拽！我说你能不能别那么矫情啊？真看不上你现在这个样子。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受过伤害是吗？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分手失恋对吗？所以你就可以理所当然消沉自虐，不管不顾，是不是这样？不就是一个考试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就重考呗。老子今天就是心情不好，就是不愿意考，是这意思没错吧？舒澈，分手失恋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公司也是你主动要求关停的。你这么做是为了守住你自己的底线，我非常了解和清楚，我也非常佩服你。但是从今以后，你就要开始玩颓废了吗？在哪儿跌倒就要在哪儿躺下，这还是你吗？田园始终都是你的田园，你既然有勇气将它荒芜，你就应该有勇气将它重建。我告诉你，舒澈，我今天必须要逼你去考试，那是为了要提醒你，你除了谈恋爱和开公司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你是来美国留学的 ，MBA 这3年1000多天，你就算不为你父母为你花的生活费和学费负责，你必须要为你自己付出的努力和时间负责任，你知道吗？我们在美国留学的每一天、每1分钟、每1小时，全都是需要花钱的，谁都没有资格去自暴自弃，哪怕浪费1天的时间都没有资格。今天你就算是爬，也得给我爬去考场，你给我起来！刷牙。拿护毛巾干嘛？把拿走了。车钥匙给我，我来开吧。
一会儿上了车，你把这个营养粉给喝了。这儿，哎。 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我真担心你考一半被人抬出来了。我真担心你把我踹起来，又给我送回考场去，所以我就咬牙死扛啊。饿，吃肘子去。来，小青子，扶朕上车。 方便进去吗？叔叔，我现在到了汽车旅馆了，已经见到了妙英。您放心吧，她没事。稍后我跟她一块儿回来。 从昨天早上失踪到现在，1天多的时间里，都在这儿。躲着我，躲着所有人。 如果我不来，你准备在这躲到什么时候？不知道。躲在这儿就是为了逃避结婚，还是说在想一个什么给我解释的理由好？
造谣。你让我想了一天一夜，百思不解。在这之前，你1秒钟拒绝结婚的迹象都没有。可是为什么在注册的当天，你会突然当落跑新娘？没办法跟你说清楚。那你也必须说清楚。也许我不会接受，但是最起码我有权利知道一个能够符合逻辑、我能够理解的理由。你爸妈他们反对，其实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该这个时候结婚。那应该是什么时候呢？也许再过几年吧，等我们事业还有生活都稳定下来，他们都接受的时候。而且，你妈同意的那么勉强，你爸也是，到最后一句祝福都没有。我不希望婚礼这么大的事情，到最后搞得大家都不开心。我也不想要一个不被你父母祝福的婚礼。所以你就没有任何征兆的消失了，是因为这个原因吗？还有我爸，他也认为我们2个不适合这个时候结婚。他虽然一直嘴上说是支持跟祝福，但是他也跟我反对我。可是为什么在我的面前，他从来都没有说过他不同意？他尊重我们，所以他不干涉。你爸爸是希望你有一个花费了上百万的婚礼，昭告天下，人尽皆知。只有这样才符合你们几十亿身家的成家女儿出嫁的规格，而且同时也不辱没你作为伟业继承人的高贵身份，是吗？他如果真的这么想，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吧。难道现在结婚这个事儿是我一个人的意愿，而你是被我的感情绑架了，是可以这么理解吗？不是啊，我心甘情愿地嫁给你，我跟你一样等这一天等了很久。可是为什么在注册当天你会消失了呢？我像一个傻子一样在那等啊，为什么逃婚？那好，那你告诉我，前一天、前一晚，你上哪儿去了？做了什么？什么也没做，就在家里待着。第2天早上，你平静地吃完了早餐，幸福地去了市政厅，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突然消失。你觉得这样的理由合逻辑吗？或者是说你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没有。Why？为什么？那我就更不明白了。我知道我选择了一个非常不合适的时机，做了非常不合适的事情。现在又给了我一个最虚弱无力的理由。说这个，我知道这件事情做的是有多么的糟糕，让你多么的失望，但是我请你千万不要怀疑我对你的感情。
任何原因从结婚登记处走掉，但是绝对不会因为我爱你不够。跟我回去。还有，从今以后，我不会再强迫你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尤其是结婚。你不下车吗？我只是送你回来。你不打算跟我一起进去？我想我不在场，因为你爸说话不更方便。那你要去哪儿？回我自己那儿。我觉得可能你需要一个我不在的空间，总是这么面对我，你不觉得难受有压力吗？谢谢你，为我着想。有些话，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变。我希望我们还是和从前一样。和从前一样。我也希望。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饭总要吃的。洋洋，爸爸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啊。舒澈没为难你吧？没有。放宽心，时间可以冲淡一切的，啊。一旦有了裂痕，它都永远留在那儿。你跟舒伯伯之间，不仅仅是他帮你拿到市政府竞标权的友谊那么简单吧？那你认为还有什么？比如利益。投之以木头，报之以琼瑶。利益和感情永远是不能分割的，二者一旦被分割了，我们拿什么来表达我们的感情呢？我现在真的怕，如果舒澈一旦知道这些事情，他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他就会怀疑这是你处心积虑、步步为营的计划，甚至连我都是你计划中的一部分。然后，他就会认为我们的感情已经不纯粹了，或许从来就没有纯粹过。纯粹，我同意。爱情因为纯粹而美好，但纯粹的好处也仅此而已。因为纯粹不能永恒，唯有利益可以长久。你想让你们的感情天长地久，绝对不是靠它有多纯粹，它依靠的是你们双方利益互惠有多牢固，能不能让你们彼此利益最大化。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明白，舒澈今后也一定会明白的。在爸爸的人生经历里，大浪淘沙留在身边的，没有一个仅仅是因为纯粹的感情，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共同体。所以说，爱情是最经不起诱惑和考验的东西了。今天你享受的爱情的纯粹，也许明天就是你痛苦的根源。唯有利益，才能让你们永远不分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明白吗？所以你跟我说这么多，就是想让我认同和接受利益交换的爱情和婚姻吗？我是想让你明白，我跟舒旺我们两个家的利益联系，不仅不会玷污你们此刻爱情的纯洁和美好，反而能让你跟舒澈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让你们今后的婚姻坚固、牢不可摧。爱情都不纯粹了，捆绑的再牢又有什么意义呢？女儿，你现在可能不理解爸爸说这话的意思，但是今后你一定会赞同我今天的说法的。
休息会儿，太累了。好好睡一觉，别想那么多啊。苗阳，爸爸欠你一个婚礼。晚安。这妙莹不在这几天，你这又成个单身狗窝了。除了方便面，什么都找不到。来，快来趁热吃了，别坨了。这么狼吞虎咽的。我这要是不来，你还饿死不成了？你先去把妙莹接回来吧，啊！我们俩得分开冷静一段时间。你想惩罚人家多久啊？这不是惩罚，我只是想知道一个他为什么要逃婚的理由。这很过分吗？这个要求？妈，你没有瞒着我。给妙莹施加什么压力吧？尤其是我爸，他有没有要求妙莹不要跟我结婚？没有，当然没有。你爸要是不同意你结婚，那他会当面跟你说呀，干嘛在背后去逼迫妙莹啊？真没有？真没有。那我就更想不到有什么原因会让他突然一夜变卦。把她从像我一样渴望结婚，变成落跑新娘。我总觉得，在注册的头一天，或者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儿，会让她突然改变了决定。你问过妙莹，发生什么事儿了吗？她说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总觉得她有什么事在瞒着我。这2天的妙莹，突然让我感觉到，我对她从来都没有这么陌生过。舒澈，妈妈是女人，只有男人才讲逻辑，女人是情感动物，会经常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你要给妙莹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让她自己去消化。我始终认为，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她对你的爱情。说到底，这个婚姻延期也不关乎原则的问题。
你是个男孩子，你别那么矫情，好像自己受了多大伤害似的。明天就去把妙莹接回来，你们俩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拒绝结婚是一件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儿，我就是想要有一个解释，就是矫情。Are you ready for your class? I think you all know the topic, the road to success. You're going to have your own journey, of course, but let's start with one. Well, so much for today. Class is over. Hey, are you from China? Yes. Cool. I actually had a question about the Chinese economy. If the US dollar continues to appreciate, how will that affect Chinese currency values? Sorry, my friend is waiting for me. Sorry, I'll see you later.一起吃个午饭吧。现在能给我个解释了吗？我都跟你解释了，
真的没有其他原因了。算了，我怕我再面对你，就会不停的纠缠这件事儿，要你给我一个理由。这样的状态我都讨厌自己。我不给你一个你认为合理的解释，我们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是吗？1分钟。是。怎么样，新娘子？新婚生活如何呀？你也是 C1985去旧金山的航班啊？嗯。你也是啊？对了，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新婚礼物，虽然不是最贵重，但起码它是最花心思和最费功夫的礼物。新婚快乐！谢谢。这是我和舒澈呀，一眼就能看出来吗？那就说明还不算太糟糕。真的我特别喜欢，谢谢。那就祝福你和舒澈像他俩一样，永远连体，永远幸福快乐。我们其实没结婚。啊，没结？为什么？我们想来想去，觉得现在结婚不是最合适的时候，因为毕竟还有那么多的学业没有完成。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他，所以可以留下来吗？当然可以，这本来就是特地为你俩做的。谢谢你，非常感谢。不用那么客气。还在美国呢，我跟你妈都想你了。儿子，你咋还不回来呢？美村呢，是不是把我儿子都饿瘦了？
爸妈，我很快就结束美村的工作了，这2天就回北京了。哎，你们放心，我在这儿都挺好的啊。时间、金钱，这2样，我都不富裕。即将山穷水尽，不得不滚回北京。但是，我放得下此刻的妙莹，一走了之吗？即使他对我的到来一无所知。喂，我在你家门口呢，能出来一下吗？有些话想跟你说。哦，好，你等我马上下来。我来是想问你一个问题。问呗。之前我1分钟都没有设想过这样的状况，即便是我们2个人两地分开了6年。但是，如果一旦有，请你一定要告诉我，我可以理解，甚至是可以接受。苗莹，除了我，你还爱过别人吗？或者是还爱吗？你为什么会这么问？我不该问吗？尤其是在你拒绝和我结婚之后。所以你是怀疑我移情别恋出轨了？我们分开那么久，你又那么优秀，肯定会有很多人追你，其中也会有优秀的吸引到你，这也很正常啊。我告诉你，一个都没有，而且根本不可能。我12岁认识你到现在，我只有你一个。舒适，而且我告诉过你，我可能因为任何原因产生犹豫，但是绝对不会因为我不够爱你。而且我们即使分开再久，任何事情都会发生变化，但是唯独我对你的感情是一丝一毫都不可能会改变的。然后，到底是为什么？你大老远跑来就是为了问这个吗？
见过你。啊，你是妙莹在清华的同学吧？啊，是。怎么来这儿了呢？留学？不是。那你到美国来是来旅游，或者是工作？也不是。你是来找妙莹的？没有。那你告诉我，为什么在几天前，她住的汽车旅馆里，你会在那儿出现？你看见我了？你现在还要说你不是来找她的吗？我确实是为她来的，但我不是来找她的。跟我玩文字游戏呢？你是为她来的，但是你不是来找她的，是不是？接下来你还要告诉我，你阻止她结婚，但是往后发生的一切事情，跟你都毫无关系。阻止她结婚？我哪有那个能力啊？在我们注册之前，你对她说过些什么，做过什么？我什么也没做，我们连面都没见过，她都不知道我。你是学什么专业的？计算机。难怪，连一个谎都编不圆。我们查遍了旧金山所有的酒店，才知道妙莹住在那个汽车旅馆。她逃避所有的亲人，唯独只有你知道她在那儿。你还要坚持你们没有见过面的说辞吗？你没来之前，确实只有我自己知道她在哪儿，但那是因为我从市政厅一直跟踪她到汽车旅馆，但是她确实不知道我也在那儿。大老远飞到美国，一不见面，二不联系，目睹了她逃婚，一路尾随，在只有你们两个人的那一天一夜里，居然不照面，也不告诉她你来了，直到你跟着她回到了 Standard， 在那儿我发现了你。你相信你自己的说辞吗？告诉我，你来美国到底是干嘛的？我什么也不想干，就是听说他要结婚了，我想来看看。想看什么？我想亲眼看到他结婚，就像入葬之前把棺材板上最后一颗钉子钉上，那就没什么遗憾了。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说你俩的婚礼，我是说我自己的感受。你爱他？你追了他多久？我没追过他。逗我！4年朝夕相处，你没有追求过他，也没有向他表白过。因为追不追、表不表，结果都一样，没戏。你不会说你一直在单恋吧？各种爱他在心口难开，陪伴他的左右，默默守候。对。你的意思是说你什么都没做，他突然在一夜之间变卦了？难道你觉得他是因为我？我多想承认怪我，怪我，都怪我，但并不是这样，因为他甚至都不知道我喜欢他。你也不用把我当作是你的情敌，因为我连备胎都算不上。不信你回去问问他。
问他在美国见没见过明明，他一定觉得你在说火星文。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从市政厅离开之后，一直到汽车旅馆，这1天1夜，妙云都做了些什么？离开市政厅，他去了海边，在那里有一个大礁石，他在旁边哭了好久。之后就去了汽车旅馆，一直到你来。就这些。就这些。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情敌。也不是没有人喜欢妙云。第一批倒下了，第二批又不知死活的冲上去，前仆后继，死而后已。可偏偏就是没有一个人能走进他的心里，因为他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剩下的都是浮云。虽然你不在清华，但是你的传说倒是无处不在。我能多一句嘴吗？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吗？没问题，也没矛盾。我也不知道。那就奇怪了，有点复杂。不过我再多一句嘴啊，我敢保证，绝对不是因为妙莹对你的感情有了变化。凭什么这么确定？我没凭没据，没资格代言他，更没资格评价你俩的感情。但是，我还算了解他吧。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你是说暗恋吗？4年前吧，刚进大学见他第一眼的时候。怎么不让他知道？还有自知之明。可是喊出来，不比憋死更强？你不觉得？如果你不能让你喜欢的女孩幸福，那你的爱就没有意义啊！而且，我也问过我自己，拿什么让她幸福？就像她现在拥有的一样。答案是 nothing。虽然你没说，但是你做的可不少。我对自己无能为力。这4年，我天天努力想结束它，甚至希望没开始过。我对自己爱或者不爱，一点办法也没有。对他对追求者一概无视的状态，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就明知道他不可能爱我，但我还是爱他。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但是有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了，你的爱对他没有意义，但是对你自己有意义啊。不管他给我带来稍纵即逝的欢乐，还是无边无际的痛苦，即使是无望的、没有结果的爱，也总比日复一日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月薪到账这些无聊的日子更让我觉得有意义。爱是我活得最大的意义，哪怕谁也不知道。也许你觉得我可怜，是一个活在 YY 里的抖 M， 但是对我而言，它就是我赖以生存的空气，它是我甘之如饴的糖。你是不是对我把受虐当作是松骨的这种享受境界无法体会？不过也是，像你这样拥有财富、地位和爱情的多重富豪，怎么可能会明白我们这种平庸之辈一穷二白的快乐？你只有穷到我的程度，你才会知道，如果你的爱和你爱的人爱不爱你没关系，和你爱他有多深，就要求他爱你多深的本能所求没关系，甚至让他知道你爱他这件事都无所谓的话，那你对这份爱不抱一丝希望，就不会有一毫失望。不以占有为目的的爱，就不会因为失去而痛苦，只会因为爱而快乐。这就是我的爱与你无关。对，当爱只和自己有关的时候，那你就有了最大的自由。爱谁是谁，想爱多久就爱多久。一个人的爱情也能自嗨啊。当然了，别人也可以认为我这是可怜，但是没关系啊。那既然我的爱跟任何人无关，那别人的评价也跟我有何干？就算爱是一件被你爱的人忽略、微不足道的小事，依然可以成为照亮你自己生活、惊天动地的大事。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我马上就去机场，离开美国回北京了。所以你今天来是要向他默默告别的。嗯。这趟的美国之行，本来你是想过来看一看就死心的，对吗？对。不见棺材不落泪了。哎呦呸！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这么一比喻怎么就是棺材？对不起啊。那你没见着棺材，就不打算死心吧？就像掌控不了什么时候开始一样，我也掌控不了什么时候会结束。不过你放心，我从来不具备破坏力，以后更不会。我走了，再见。再见，很高兴认识你。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哥们儿，你俩一定要幸福。心里没有烦忧来扰，又点会系傻？唯望人人都学得我做长事了快，即系人人傻笑下我，真正落呵呵。想下受下人生烦恼难计度。Hello. Hello. Hi. Hi. Checking, please.
This is my passport. 哟，大陆来的？哦，对，你也是啊？看出来了。这么早 check in 啊？啊？这还早啊？就你一个人住啊？啊，就我一个人啊。行。住几天？先1周吧。你常住啊？1周就算长了？太长了。那您不会不欢迎我在这常住吧？会，反正我这房子空着的时候也比较多啊，你高兴就好。那您先帮我开1个星期的房间。那个，对了，老板能不能稍微宽限一点？我先付您1半的房费，到时候我走的时候，我全都给您补齐了。帮帮忙，我可以把护照先压在您这儿。要不然加上那个。啊，行吧，2.9。喂，老大。宁宁，你还活着呀？出于对本部门员工的社会主义关怀，我已经向平安北京报警了。不好意思，老大，那个您还麻烦警察叔叔给人家增加不必要的麻烦。那个主要是他们也找不着我呀。这1个多礼拜你死哪儿去了？那个，我现在不在国内。你咋不上天呢？连声招呼都不打，你就溜国外去了？我向您请过假呀。我准了吗？你把公司当成什么了？向老人免费开放公园吗？你把这份工作当成什么了？来去自由、旱涝保收的社会福利卡吗？哦，对不起，老大，我向您请罪。何止我，等你回来，你要向全部门、全公司负荆请罪。即便是这样，我也不一定能保证你能活着。那个，老大，我是想说，我现在还回不去，可能要晚一些。你还要浪多久？几个月吧。喂，老大，要不这样，您批准我停薪留职怎么样？宁宁，你现在想在外面浪多久，你就给自己放一个多长时间的假好了。您准了？我准了，我准你下岗。我不知道你到国外是干什么，是为什么。宁宁，你一个从普通家庭里出身的一个素人，一没颜值，二没靠山，你靠不上父母，你也吃不上软饭。一份有前途的工作就是你的事业，就是你的天，还有什么比天大？什么比你的事业、比你的前途、比你的未来更重要？知不知道？你和满大街的 loser 一模一样，没有青春飞扬，没有恣意绽放的资本。我话还用说得更明白吗？你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对公司不负责任，对你的父母不负责任，对你自己更不负责任。鉴定完毕。儿子，你咋这么长时间不往家里捎信啊？我和你爸都惦记你呢。我没有啊，我没有，是你妈，你妈。我相信你，没事儿。哎，
你说你爸还不承认啊？妈跟你说啊，就3小时前早晨，你爸睡着睡着觉，噌就坐起来了，然后坐那说：“我儿子兜里就剩200美金了，我得给我儿子送钱去。”你爸吓得光脚朝外走啊！啊，是你爸？哎呦，不至于，我这还有钱呢啊！儿子，那你打算啥时候回北京啊？哦，那个是这样，爸妈，我就是开视频想跟你们说一声，那个我先暂时不回国了。啊？你还要在美国待着？啊，那个公司给我的工作安排发生了变化，经理呢对我的英语也挺满意，他觉得我对这个业务啊、环境啊，还有客户熟悉的都比较快，所以就让我留在旧金山拓展北美的业务。儿子，听爸跟你说哈，好男儿志在远方啊，要以事业为重，不能儿女情长。你现在就儿女情长了，你说你将来你怎么办呢？有什么出息呢？是吧？别老想着回来，要以工作为重，啊。这个对待美国人啊，美国佬，要这个心平气和的，有礼有节，不卑不亢，对吧？显示出我泱泱大国、礼仪之邦、威武之师的风范。明儿听你爸的啊。明儿，你那边什么声音呀？啊，那个隔壁的，隔壁的，对，看什么电视呢？不知道啊，这可能动画片呗。那，爸妈，要不这样吧，我先挂了，改天我再给你看视频啊，我先挂了啊，拜。知道你一定有事情在瞒着我。你瞒着我的原因，是因为爱我。我再也不会逼你给我一个逃婚的理由，是因为我想让你在面对我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有自己的秘密。我想让你拥有一个不必向我开放的空间。我希望你拥有爱我或者不爱我的自由。这是我希望能够给你的最好的爱。不要委屈自己，即使是你不爱我了，也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回国之前还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没有。我要告诉你，有些事情正在发生，有些事情早晚一定会发生。拒绝舒澈的求婚，我们的恋情不可公开告人。除了这些，您应该还要求我做别的吧？我走以后，马上就会发生一些事情在你的眼前，你会比所有的人更早的知道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爸爸不能要求你为了成全我，成全家族利益做更多，但至少你可以沉默。万一将来
有那么一天，请你在舒澈可能做出损害我们两家利益的举动前，阻止他。女儿，爸爸必须跟你说声抱歉。我知道，这2个字表达此刻我对你的心情过于轻佻，但是爸爸必须说。是啊，我现在可以给你们很多很多的钱，让你们过上很优越、很优越的生活。未来会给你们更多股票、财富、身份、地位，还有几万人的商业帝国。但是爸爸知道，给你的越多，你就越不自由。这不就是我的宿命吗？将来有一天，你不想要我给你的这些了，爸爸希望能还给你自由，但不是现在。平时坐飞机你担心，明天是坐妙莹爸爸的私人飞机，你还担心呢？哎呦，这回美了，提前沾儿媳妇的光了。舒澈，答应妈，别对妙莹太苛刻啊。哎呀，妈，您放心吧，我还会像过去一样爱她，我会耐心的等到她心甘情愿的嫁给我。傻儿子，这还用怀疑呀？他怎么会不心甘情愿呢？妈，跟我说说我爸那个女人的事儿吧。好好的，你提他干什么呀？我想知道的多一点。这个和你没关系，你就别那么问了。而且我都说过，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是，他是跟我没关系，可是我爸跟您呢，也跟我没关系吗？真的过去了吗？妈，在我面前您还伪装，您到底想一个人扛到什么时候？要扛多久啊？没有人说，但您可以跟我一个人说。没有人伸出援手，我可以替您分担。妈，虽然我一直不能陪在您的身边，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一定要跟我商量。你要记住了，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都是您的依靠。妈，你这样回去我真的不放心。妙莹，再过几年，我就可以亲力亲为了，为你和舒澈在燕州办一个盛大的婚礼。谢阿姨。舒澈，你那个一鸣解气服务器研发到什么程度了？进行中。有困难吗？没有。你记住，任何时候，我都愿意把我经商20多年的经验和资源与你分享。谢谢。祝你顺利。爸，我回国也要坐这飞机。凭什么？好歹我也是第2股东啊。就你第2股东啊？你给我记住了，你不把商婚那个套子给我解开，
你这辈子别想坐这飞机。记住了啊，没我的允许，如果他强行让你们起飞，马上报警。哎，你是今天的。请陈总书夫人准备登机，我们10分钟就起飞。保重，一路平安。注意身体。拜拜。拜拜。儿子。一路平安。拜拜。拜拜。行。我是来受侮辱的。喂 Hello， 女神，我掐指一算，刚下课对不对？刚从教室出来，怎么着？你又改算命了？我这叫心有灵犀。哎，我去接你，咱们去吃下午茶去啊。那你怎么没有算出来？我接下来还有课，正往另一个教室跑呢。那把下午茶改成晚饭，我晚点过来接你。免了，我没有时间。啊，吃饭都没时间呀？你们学霸是用电池的吗？小朋友，我真心没时间陪你玩，你找别人去吧啊，乖，拜拜。嘿，我再见。老公，我来啦！哇，这好香艳啊！你怎么来了？这箱子怎么回事啊？我当然是搬过来住了。先下来。谁允许你住过来了啊？而且我爸他还没走呢。你爸他可走了。你怎么知道啊？你还好意思说？你爸走了，难道不是应该你告诉我吗？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吗？是不是你爸一走，你就预感爱妻要来？你在洗白白等我。哎，洗白白也不是给你洗的。还有，谁允许你搬进来了？我无需征得你同意，合法夫妻共同生活，天经地义。哎，等，我是户主，我说了算。妈姐，帮我把箱子拿上去。哦，好。啊，妈姐，你先放那。不许上！你有鬼！我有什么鬼呀？闪开！别上去了，上去有什么好看的呀？别上去了！嘿！有吗？来，再看看那儿有吗？
鬼呢？此刻没有，并不代表永远没有啊。我真是受够你了！你这是对我的人身自由和领土主权的无情侵犯和粗暴践踏！他立即给我滚，不然后果自负。你要怎么样啊？什么后果啊？你看不出人家在给你撒娇吗？我只看到了撒泼。笨死了！咱俩一对有情人，被你爸生生拆开这么久，好不容易把他熬走了，人家想立刻见到你，有错吗？想法没错，但是做法过激。我想你就来找你，我做法怎么过激了？哎，你想我可以抒发，但是你没经过我的同意，不能想搬来就搬来。我为什么不能搬来？你是不是给别人留地儿呢？真和别人没有半毛钱关系。绿卡，让我给你讲讲爱情的道理。好啊，洗耳恭听。你说吧，爱情什么道理？爱情必须对等，来而不往，非爱也。你爱我对吗？你爱我，但是我必须对你有相同程度的爱，这样你搬来才水到渠成，皆大欢喜。但是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我愿不愿意啊？爱不爱呀？我现在就问你，爱不爱我？不爱。不爱。我就粗暴践踏你了，怎么着吧？啊，有什么大招你尽管使，我后果自负。别！你看，撒娇没2分钟又变成撒泼了，一直这样，我怎么对你有相同程度的爱呢？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婚姻可以交易，爱情不能强买。你知道你刚才是一个什么形象吗？强占民女的恶霸。我就恶霸了，怎么着吧？啊，我就强占民女了，怎么着吧？别！强占容易，得芳心难。说，我怎么才能得到你的芳心？我是一个正常人，请对我使用常规性武器。什么是常规性武器？就是约会呀、表白呀、追求啊、糖啊、酥啊，在爱情里一切喜闻乐见的手段，一个都不能少。这些我对你都用过了呀。但是你的心态不对，导致动作变形，一切都变成了强迫。老公，我觉得错，一开口就错。老公一词强调了婚姻关系，对于男人来说，恋爱的过程才最迷人。一旦过上日子了，还有什么意思呢？你是想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对，更何况咱俩根本就没有爱情，就是堆了个空坟，摆摆样子，你还非得把我往里拉，瘆人。咱俩有爱情啊，只是我爱的比你多，我可以努力啊。咱俩先结婚后恋爱，坟墓里也能开出爱情的花朵。但是追求和培养爱情不是死缠烂打，你一定要忘记法律上的夫妻关系，要变成一个情窦初开、欲语还休、欲拒还迎的小萝莉一样，找回爱的初心。含蓄是关键。那我从现在开始追你，你得配合我，不能拒绝。哎，我可以拒绝你。你拒绝我还非得拧巴事拧巴自己干嘛呀？我拒绝你继续追呀，一次不行2次，2次不行3次，屡战屡败，愈挫愈勇。春风化雨，没准我就被你润物细无声了呢。这样一波3折，
才虐心，才撩嘛。那你喜欢我怎么追你啊？如果把套路都给你码齐了，还怎么打动我？这个你得自己来。行，好玩儿，就这么来吧。那我丑话说在前头啊，你可不一定追得到我。我懂，这是游戏规则，愿赌服输。追不上你，我就认输。哎，这就对了嘛。反正最差的结果就是回到现在的样子，你还是我老公呗。那我可从现在开始追啦，亲爱的，我想邀请你立刻拥吻我。哎，我拒绝你这种简单粗暴的要求。那我想邀请你拉着我的小手去海边晒太阳。对不起，家人有约，今日号满，明日请早劳。号给谁了？跟谁有约？你是不是真在外面有人啊？追求者无权知道被追究者的个人隐私，而且必须接受自由竞争。别的都依你，就这块不行，不允许有人跟我竞争。规则的制定权掌握在被追求者，也就是我的手里。死缠烂打属于严重犯规，再胡搅蛮缠，我就直接宣布你出局。你看是我请你出去呢，还是踢你出去？明天我第一个来。少爷，你又干嘛呀？约你吃晚饭呀。哎，我到学校了，你在哪儿呢？跟你说了我没时间。我都到了，那总得照个面儿吧。我还有事儿，我已经先走了。你还没出校门呢吧？出了，早就出了，我已经不在学校了。我怎么不信呢？爱信不信。那这是谁呀？哎呦，撒谎现实报，罚你去跟我吃饭去。我真没时间，我不跟你开玩笑，你找别人吧，行吗？什么事儿那么着急？跟你没关系。哎，要不这样吧，我开车送你，总比你骑车快吧？谢了，不用了，拜。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Hey. Look, 15 minutes is my limit. You've challenged twice this week. I'm so sorry. I won't be late again. Quick. Hi guys, how can I help? No more onions left. Do you know how to peel off the skin? Yes. Okay. Come over, Jay. Take them outside and get them done in half an hour. All right. Half an hour. Only half a basket. Others could get it done like in 15 minutes. I give you 30 minutes, since you are a newer. Any problems? Okay, no problem.这15分钟怎么可能播得完嘛？见鬼！
是谁教给你这样剥洋葱的？我会说中文。还意外吗？我的妈妈是中国人。下次不会就说不会嘛，不要毫无意义的逞强。我只是不熟练而已。你这样的速度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来，我来遮着你。那好。谢谢。你试试。非常好，聪明，漂亮。谢谢。I'm finished. Okay, show the shirts. Okay. Hold on. Wash the vegetable first and then shell the shrimp.